the morning dew. Darling, when the morning comes, I see the morning sun. I wanted to be the one with you,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even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two of us. Hello。先打个招呼。Hello， 1、2、3。各位久等，我们的直播9点钟准时开始。3月的第一个周日晚上9点02分，这里正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我是今天晚上跟大家一样很激动，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期待今天这位主人公的泽华啊，这位主人公唱歌非常好听，跳舞非常好看，主要是我觉得他性格也非常的好。据我了解，今天晚上他也是首次在公开场合演唱这么多首歌曲哈。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主人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预言。欢迎预言，今天晚上据说是带来很多歌曲的现场演唱哈。对。怎么样？第一次在电台当中带来很多首歌曲的现场演唱，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就还挺开心的，我觉得。你应该是很爱现场跟大家唱歌分享的人哈。对的，我其实觉得现场可能跟录音室里面还是有不一样的一个分别的，因为录音室里面主要是后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工程，然后现场的话其实就是最本真的一个声音，然后直接输出给大家。然后大家现在听到我们今天的嗓音状态，也应该发现好像些许有一点点的不太舒服的样子，是不是？就是昨天的要付出一些代价，就是要拍好看的照片，就一定会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有点那个，因为穿着那个背心拍照，因为在北京嘛，还是有点凉的。好，我们稍微停一下哈，给大家调试一下话筒，这样让大家听到我们的预言的声音可以更清楚一些。调试的过程当中，然后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今天的收看方式还是很多元。如果您是用视频号和微博看的话，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如果是用抖音看我们直播呢，是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另外，听听 FM 直播间当中也可以一边看视频，然后一边跟我们互动。今天晚上互动呢，已经帮大家争取到了，据说好像只要他愿意，只要好玩，他都可以做。比如说想看他跳舞啊，想听他唱歌啊，不在我们海报当中的歌单的哪一首啊，如果他会唱的话，也许心情好的话就可以满足大家，是不是？你谁是？被主持人硬逼是这个样子哈？没有逼我。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挺有意思的歌名，显微镜女孩。是的。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好，我们再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预言。显微镜女孩这首歌曲，光看歌名的话，可能我会想到的是，有一些人是追求完美的，所以什么事儿呢都给放大，然后显微镜，它似乎就是每时每刻在关注着自己的一言一行。就是这首歌，我觉得怎么讲，就是大家可能理解意义可能不太一样吧。我觉得就是这首歌歌词大概的那个感觉。妍妍，我们换一个话筒吧，好不好？好，用你自己的话筒。那我就用自己的话筒。这首歌大概的那个意思可能就是，还是有大概的意思就是，其实每个人在生活里面。无论是在生活啊，还是在友情、爱情之中，可能都会，情绪敏感。那情绪敏感的时候，就会有
会放大情绪的一点，然后可能观察东西的时候就会像显微镜女孩一样。你是一个会把情绪放大的人吗？就是完全是因为我是一个情绪会比较此起彼伏的一个人，然后我可能会通过一个小事或者是甚至到细微到一个表情，我都会分析出我自己的意思。我们能不能先按你这样话走？如果通过表情的话，能不能给大家呈现出一个此起彼伏的一个感觉？上一秒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下一秒就是下一种心情状态了。那这就是很在行。来吧，大家对着我们这个机位哈，正好我们来调试一下话筒。好，来，请申阳老师给一个特写。比如说上一秒，我觉得就是很开心的跟大家在吃饭，然后可能就没事你吃，然后下一秒可能我觉得这个人不想跟我吃饭，我可能就是无话可说了。也还好，因为你刚开始是一个臭脸，后面马上就给切换回来了。是吗？你是一个不太会摆臭脸的人哈。我还好吧，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平时如果不笑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因为我的那个长相可能会有一点。那来吧，今天这么难得，我们摆一张最臭的脸，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情？不要吧，我觉得今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一件很开心的事情，我可以摆一个很开心的脸，最开心的脸。法令纹都已经很重了，一定很开心。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先跟大家来分享。好的，显微镜女孩。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接下来预言在974 Live Show 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显微镜女孩。最近你已经说要摘，每个事实不说很奇怪，没兴趣去问，不代表我呆。难道终究又遇上同一个女孩？要很快成全你，纵容你变坏，人之初性本善，早日会正派。恋爱后每个女孩进化成天才，显微镜下谁不想做回小可爱？要很爱才心塞，伤身又伤爱，一而再再而衰，越不知好歹。这次你的生日礼物送一本词海，如果你还不会概述，我说声拜拜。要很爱成全你，纵容你变坏，人之初性本善，早日会正派。恋爱后每个女孩进化成天才，显微镜下谁不想做回小可爱？要很爱才心塞，伤身又伤爱，一而再再而衰，别不知好歹。这次你的生日礼物送一本词海，如果你还不会概述，我说声拜拜。
这是在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场演唱的第一首歌曲《显微镜女孩》。哇哦，满屏都在说好好听。然后我刚才注意到有一个留言说，立马唱歌就会进入到状态。是我就是今天可能大家会拥有这几首歌的感冒版本吧，独家版本，可能以后都不会再出现这样的版本，因为可能下次感冒的音色可能都会不一样，也不一样。对，哎，有些歌手是感冒的时候反而会欣赏自己那些有一点沙哑啊，有一点低沉嗓音的一个状态的感觉。就是感冒的时候音色确实会不一样，因为我其实也听说很多歌手就是因为时间问题，可能有的时候录音版本就是感冒的时候录的，因为没有办法，然后却录出了不一样的感觉。回到刚才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个话题，显微镜女孩，你其实对于自己应该是要求很高的女孩吧？我吗？我是属于在工作方面会很高，就是工作要求会很高，但是就是平时生活中的话还是自在为好。工作当中的要求高是高到什么程度？自己现在是可以平衡到一个比较舒服的状态呢，还是会觉得压力有点大？我觉得我可能是就是属于那种我不会觉得有压力，因为我不做到那个标准的话，我会觉得没意思啊。对，我会觉得我越追求越高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越有挑战性，越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在工作中很有趣的一个点，能让我开心的事情。因为这是你喜欢的事情，你就想做到最好。对，而不是说有压力。所以请问，唱歌这个事情是你喜欢的事情，追溯起来的话，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太久以前了吧，因为其实从小到大我都很喜欢唱歌，但是一直没有就是说给它变成我自己喜欢的职业。其实按照追溯很久以前，其实那个时候家里刚有那种车载 DVD 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已经很久了，那确实是有年代了。对，是很久，在那个什么窗子上还是什么，就是后视镜还是什么，我不知道那叫什么，一个翻盖的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可以连，然后大家很多人都会连这个，然后现在呢，现在肯定就没有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妈妈每天送我上学，然后我都会就是放的那个，然后一边唱啊，然后一边跳，就很开心那种，看着就是跟 MV 小孩那种乱跳，还是你其实那时候跳已经是不错了？那个时候不行，就是瞎跳那瞎唱。大概是多大的时候还有印象吗？应该小学吧，好像就是反正我就记得很小，感觉比小学都要小。那个时候我好像还不认事儿呢。对，可能连人都不认。所以那个时候是喜欢唱歌，觉得唱歌是有意思的事儿。对，因为就是一直放，我就一直唱。我妈可能有时候都觉得我能不能不要再唱了，能不能停止？就是我想听人家原唱，人家原唱唱得很好，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唱歌，就在那瞎哼，其实是很烦躁的，别人听了。一定的呀。对，但是就是喜欢。妈妈当时应该给录下来。是吗？现在都是美好的纪念。那个时候好像手机还没有很那个什么，因为没有那个意识。是，这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唱歌。对。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那请问你第一次公开表演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表演，那应该是我记得挺清楚的。那个时候是学校的一个表演厅，一个行政厅吧，那是属于。然后有很高的那种椅子，一层一层落上去的。然后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我多大呀？17岁啊？17、18，我记不太清楚了。才第一次公开表演？对，好像是高一吧，高一好像是。然后就是学校有一个那个校园歌手的选拔，然后就是我就去唱了一首歌，完了之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唱的是什么歌来着？玫瑰玫瑰我爱你，我记得好像是，对，那个，然后我唱了这首歌，然后之后那个就是选上了，完了之后最后就比赛，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公开当着大家的面唱歌吧。追问华上线，请问第一次公开在大家面前唱歌这件事情，对于当时的你而言，紧张吗？有压力吗？害怕吗？哆嗦吗？我觉得那个时候的
具体感觉我肯定记不清楚了，但是我唯一记得的感觉就是我在台上很开心的感觉，就是好像我觉得只有开心的事情才会记得很清楚吧，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紧张或者是怎么样，尤其是唱完了以后，然后就会觉得你真不错这种感觉。那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儿，你其实在唱歌方面一向是自己认可自己的。对啊，无论那个时候我唱的好与否，但是你是自信的。对，起码那个时候是自信的，这个特别难得。对，然后紧接着为什么要唱玫瑰玫瑰我爱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那个时候首先我很喜欢那首歌的一个旋律，完了之后其次我是觉得很有特点，那个时候时过境迁，还记得这首歌吗？能唱个2、3句吗？我有点不太记得歌词了，说实话。Roses, roses, I love you. Roses, roses， 然后什么，我爱你，好像就是大概这个样子。爵士版本的，差不多。很好听。这是我们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那个时候，预言从很小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到开始第一次在舞台上公开表演，然后你说到自己很小时候喜欢唱歌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说把唱歌当做自己的职业，以后去给他。没有。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节目的时候吧，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训练的一个人，就是我没有经过职业的培训，然后也不是说像大家一样传统意义上会有一些培训，包括一些公司的管控啊等等等等的。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完全白纸的一个状态，又是一个偏素人的一个感觉，对，一个素人嘛，就是一个小孩儿，就是，然后那个时候，但是你那个时候是有自信的一个小孩儿，对吧？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我可能大家我在大家的眼里像是，就是有一种无所畏惧的那种女孩，就是我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按照我自己的来，这就是少年的勇气，对，特别好，对，就是那种无所畏惧的一个女孩吧。明明什么都不会，但是就格外的自信，对。真的就是那个样子，我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且那个时候为什么我能去参加那个比赛，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我虽然没有经过任何的培训，我连音乐课都没有上过，那个时候更别提什么舞蹈课了，只是就是突击的去学了几首歌几个舞嘛。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去参加节目呢？因为我朋友带着我去，就是又是传说当中那种故事。对，就是朋友带着我去，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因为我为了直播，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平台，就是说可以给就是比如说音乐人啊怎么样去直播，然后每天唱歌这个样子。因为我太喜欢唱歌了，我就想那多好，我又可以唱歌。所以原本是要做主播嘛。对，然后又有钱赚，那就很开心啊。主要是我就觉得唱歌每天唱歌很开心。妈呀！谢谢你的真诚。虽然没钱啊，就是拿底薪，没有那种说给你送礼物之类的，很少啊。主要是就是当时就是吸引我了，然后就觉得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平台也挺好的，其实。然后就去唱歌，然后就是准备点歌曲嘛，你不可能每天只唱一首歌，所以就突击准备了一些歌曲、舞蹈啊等等的，就当时比较流行的。该不会那个时候的首选还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吧？不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有猜不透啊，还有什么听说爱情回来过，就是类似于这种。其实我以前还蛮喜欢唱那种慢歌的，很早之前。然后后来嘛，就是就是因为朋友也是在那里，然后大家一起唱歌，然后就知道了有这么个节目，然后那个公司的老板就拉着我们一起，然后我的朋友也说那就一起去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跟那个朋友一起就是说玩啊，天天在一起，就可能他就想拉着我一起去。然后去了以后呢，那个导演怎么讲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如此无所畏惧。就是他问我准备了什么歌曲嘛，我跟他讲，我说你点歌吧。哇哦！我说那你点啊，你点歌吧，你点什么我就会唱什么。完了之后，难怪满屏都在管你叫 LG 的，我也不知道你是很有那个霸气感。就是懂那个意思哈啊。然后后来嘛，就是怎么讲，就点了一首歌，点了《日不落》，然后我就唱了，然后后来就莫名其妙，然后就去了上海，就开始
封闭性的一些训练和管理，大概这个样子。那我也要听日不落。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寄出代表爱的明信片。好了。我还要听说爱情回来过。从朋友那儿听说，真心的你曾回来过。刚才说到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有种，导演随便点，然后只要你会唱你就可以唱。若干年过去之后的预言现在还是这么有种吗？如果大家随便点歌的话，你会唱的话还是可以吗？我觉得还好吧，只要我会唱的歌那肯定都是唱的好听的歌。那我们现在就第一拍就来一次好不好？可以，因为大家翻牌翻太快，我只要看到哪一首歌曲我就直接念出来。没问题，只要我记得歌词的话。来各位，哪里都是你，没听过。好，私奔 So sorry 玫瑰少年，孤勇者。为什么大家都说我听过，但是我不记得歌词。玫瑰少年跟孤勇者我是听过的，但是不记得歌词。易燃易爆炸，这个肯定会唱。几句。盼我疯魔，还盼我解决不渡我，赐我梦境，还赐我很快就清醒，与我沉睡，还与我蹉跎无自卑。对不起啊，就是太久了，歌词可能不太熟。你那个想歌词的那个小呢喃的声音非常的可爱。是吗？是我不记得歌词，我这人记性很差。各位，以下我们现场带来鹦鹉。好。好，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鹦鹉。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花，无聊又尴尬，时常会稀奇古怪，文学天才，又不是宠物，哄哄就很乖。我在修身养性，尽量置身事外，花言巧语不如 say hi say hi， 有空再翻拍，越爱越可爱，是世上上脑开，躺在沙发上让花朵在理睬，百分百我是福吗？左右摇摆，喜欢你听起来有一点匪夷所思，是哪想不开？或者我应该扮张装飙起来，假装百里无一害？别再讲话了，你不知情还在，我携手傲娇并明白，既然是被潜移默化做了怪，那么现在显然也不算失败，爱就爱。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花，无聊又尴尬，时常会稀奇古怪，文学天才，又不是宠物，哄哄就很乖。我在修身养性，尽量置身事外，花言巧语不如 say hi say hi， 有空再翻拍，越爱越可爱，事实上上脑袋，躺在沙发上让花朵采一采，百分百我是疯了吗？左右摇摆，喜欢你听起来有一点匪夷所思，是哪想不开？或者我应该扮张装飙起来，假装百里无一害？别
己还在，又会谁说傲娇并不白？既然是被潜移默化做了怪，那么现在陷入也不算失败。喜欢你听起来有一点匪夷所思，是哪想不开？我觉得我应该扮强装吊起来，假装百里无一害。你在计划了，你不知情还在，又怪谁说傲娇并不白？既然是被潜移默化做了怪，那么现在陷入也不算失败。爱就爱。依然是我们现场演唱的这首《鹦鹉》，每次都要强调一下，就要确保大家听到。你看这么好听的是现场演唱的，哎，那就是说设备好，不是你的人声太好听，设备好。今天嗓音这个舒服的状态，我觉得唱这首歌曲格外的有味道。可能是因为稍微有一点点哑，带着一点哑的状态唱会有一种气泡音吧。对，更放松。鹦鹉，请问这首歌曲光听到鹦鹉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样的感觉啊、词啊，或者是意象啊？鹦鹉嘛，其实当时的话，我觉得一般人来讲的话，就会是鹦鹉都很聪明嘛，然后就是说对，会学人说话，是，然后会有一种作伴的感觉，是，因为其实一般的宠物它是不能发出人说话的声音的，而且有些独居的人会给鹦鹉养成一个欢迎彼此的一个习惯。对，会，因为我之前我很小的时候，我姥爷就养过鹦鹉，然后每次就会叫我哥的名字，就是叫我哥的名字，我就不方便说什么名字了，就是会叫，就是叫大名那种，你知道吗？就显得很没大没小，很搞笑。这个特别的突兀，每一次回来都可以听到一个全名。对啊，而且总喜欢叫我哥的名字，不知道为什么。没叫过你的吗？没有。为什么不教呢？不知道啊，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名字鹦鹉来叫更顺啊。可能是因为开口音的问题吧，我哥的名字。所以你跟鹦鹉其实是有故事的。小的时候你就对，很小的时候会有，而且也会就是跟他逗着玩。因为小的时候比较童真嘛，觉得这是一件。怎么讲，在小的时候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而且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因为小的时候，小孩子他的想象力都是比较丰富的。是的，他不仅觉得时间的关系，我们先打断一下哈，我们要中间休息一下，我们也喝一口水，然后稍事休息。回来以后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唱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FM974就是喜欢听，听着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花，无聊又尴尬，时常会稀奇古怪。看直播的朋友说结束了吗？不会，我们今天2个小时呢，才刚刚过去半个小时，前面半个小时我们光在试话筒，后面1个半小时才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所以一定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抖音和视频号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微博也是搜索 DJ 泽华，然后听听 FM 呢是也在同步直播当中。给我们一点点时间，我们再调一下设备哈。现场总是因为有些小小的状况，然后之后我们回忆起来才会觉得印象格外的深刻呢。而且今天晚上也很难得的是，玉妍将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唱非常多的歌曲。你要不要先到我这边来？先到我这边来。来，难得的跟玉妍同屏一下。现在你是副主持哈。好，看看我有没有这个资格。这样大家都清楚了。哎，那你要不然又体验一下电台主播的感觉？不行，我没有那个证，老师。你不用证，你现在就假装体验一下。你刚才不是说之前想做主播吗？哦，那我可以吗？啊，来跟大家打招呼，来。
那我有什么台词可以讲吗？按照你自己的感觉啊，现在你在做一个电台节目，这个节目呢是主打现场表演，然后请来的嘉宾呢是泽华。Hello， 大家好，这里是974现场表演。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呢，就是他，当当当当。哦，那这位嘉宾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叫泽华。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主持风格。剪去了他的长发。他一来就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剪掉头发？所以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好不好？为什么呢？我之前一直在留长发，长发留久了以后呢，对于男生而言，就想突然间的改头换面一下。然后我也从来没有剪过这么短。我跟理发师说的时候，我要剪10毫米。他惊讶了。然后理发师在给我剪发的时候推推子的时候，推两边的时候我都还好。你知道推刘海，我之前刘海到这儿，刘海整个推下去的时候，光明了，我的心就咯噔一下。就看到了自己的头发都在地上。哦，原来我的鼻儿都是这么的高呢。那后悔了吗？我去，没有，我觉得还挺可爱的。那我觉得其实也挺不错的，这样的话会让自己的那个受力面积会更大一点。哎，光照反光也会更强一点。没错。所以请问，对于女歌手、女艺人而言，发型可以自己做主吗？我吗？我是可以自己做主的。我觉得我回答这个问题不代表所有的女艺人啊，是只代表预言。对，只代表预言。我的个人观点是想怎样就怎样，就是剃光头也可以。真的可以吗？我是属于那种看心情吧，而且我对自己的外形不是说非常非常的在意，我觉得内在肯定是最重要的。然后长得好看的人总是这样说话。一般吧，我觉得。我觉得我长头发、短头发就是看今天的风格吧，然后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感觉。提问：有没有现在还想尝试但是还不敢尝试的发型？还不敢尝试，那可能应该就是寸头吧，我觉得。也期待一下你跟我讲一下这么10毫米的一个寸头。对啊，因为如果要是有一天就是那种需要的话，那种很帅气的那种，比如说去演一个很帅气的那种军人，可能会剃一个吧。那值得期待一下。然后刚才你说的关于外在美和内在美的问题，提问，请问怎么关注到内在美？你是一个会跟人相处的人吗？因为你要关注内在美，肯定得跟他相处一段时间。我觉得其实一个人内在美是比较好发现的。首先，我觉得在我这里的第一个点就是你跟这个人相处起来是不是舒服的，是不是愉快的。那就是如果要是你觉得舒服或者是愉快，首先在我这里的话，我就证明你肯定是一个包容性会比较强的人。所以第一印象很重要，这样听起来。对，第一印象你会关注到什么细节？就是我跟你相处的感觉吧。就是一些小细节，因为我是很会观察小细节的人。然后但是有些人很善于伪装啊，就是会有很多人会伪装的觉得我愿意给你的第一印象是这个样子的，那后面我会改变。但是我还是像我这种人，我会就是保持初心的去坚持相信你的第一印象给我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后来如果你要是变得糟糕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就是会心里欺骗我自己。也不说是自己看瞎了眼。对，我就会欺骗我自己，我说不是的，他绝对就是原来的那个样子，我可能就会这个样子。然后你就会让他和让这件事儿 letting go 吗？还好吧，我觉得就无所谓嘛。我觉得在我的世界里，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他走与否，我觉得都不是我自己能衡量的。我觉得，所以这件事情也没必要太多的在意，就想走就走，想留就留，我也不会特别的在意吧。这个话说起来非常洒脱，你是真的能做到的吗？在现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因为其实说实话，在我的这个现在的世界里吧，不会有太多让我去留下的人。No， 可不能这么说，就是不会让我有这种太费心的事情、费感情、费神的事情，在我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因为我的世界很简单，就大概也就是那样工作嘛。其实工作对于我来讲的话，我已经就是觉得，适合自己的最重要。对，然后就是觉得，有现有的工作做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就还好，得失心嘛，无所谓的。得失心无所谓吗？无所谓，就是像我，如果要是说做一天的预言的话，你就会来讲，就是觉得无所谓。好，来，无所谓的预言可以回到你的位置。
以下我们共同的来见证一下奇迹会不会发生哈。现在我们来试一下麦克。奇迹发生了吗？或许发生了。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听到麦克正常的声音了 OK 吗？再跟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预言。好，请我们的老师再归位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这一时段继续跟大家先唱一首歌曲来分享一下吧。下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你今天嗓音状态唱应该会很好听。你自己觉不觉得也是因为要感冒啊，唱这首歌很好听？希望如此吧。 Letting Go， 然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是情人还是朋友？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 ？That's why I'm letting go。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Letting go， 你对一切的软弱与怠惰。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真的爱过我，为你再也找不到借口，那种we should let it go。你是呼吸的空气，脱离不了的地心引力，在我生命中曾经是我存在的留意。或许就像他们说，爱情只会让人变愚蠢，自作多情爱得太天真。That's why I'm letting go。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Let it go， 我终于舍得与怠惰，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真的爱过我，为你再也找不到借口。That's why we should let it go。 在夜中间里想着，心不安却越沸腾，好像我找不到退路。在夜中间里写着，心慢慢就越变冷。我不恨也不哭，我的眼泪早已哭干了。Cause I'm letting go， 我终于舍得为你放开手，因为爱你爱到我心痛，但你却不懂。Letting go， 你对一切的软弱与怠惰，让人怀疑你是否爱过我，真的爱过我，为你再也找不到借口。That's why we should let it go。 We should let it go。 We should let it go。
不得不说敬业的这个问题了。大家在听我们这个现场演唱的时候也听到了，其实我们的话筒啊，包括调音台啊，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你一直在正常稳定的去唱去表演。是吧？就是唱从头唱到尾，反正就是说没有人赶我是不会停的。这就回到在唱这首歌曲之前那个洒脱面啊，就是完整性嘛，要给它一下子唱完。好，直接叫停不是我的风格。妍妍，我们那个声音大一点，对着话筒说话哈。那个要不然调大一点，我感觉就是很大声嘞。调大一点会不会好一点？现在好一点吗？现在好一些。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可能是有点着急哈。对，没关系，我们越往后会越来越好。越往后声音越来越大，给我们一点自信。从隔壁听都能听到我们在讲话。哎，所以回到 Letting Go 这样的一个状态，刚才也说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比较洒脱、比较无欲无求，然后得失心是一个比较在线的一个状态。你一直都是一个得失心比较平衡的人吗？其实也不是无欲无求啦，是有欲有求，就是觉得有想要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值不值得我去一直付出和努力，这是一个点。我觉得我们通常就是不明白这个点啊。对，大家可能我觉得也是要在生活中稍微找一找这个平衡感，因为有的东西可能是值得你去一直努力奔赴的，但是有的东西可能是不值得的，所以就是在你觉得我觉得是这个样子。通常有这样方面的顾虑的时候，其实是自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够得到，然后就去努力，但是努力发现呢，自己并不能够到自己理想当中的那个状态，于是在自我怀疑，是不是因为我自我努力不够，还是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时机没有到，我要不要再坚持做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在我的世界里面，就是没有自我怀疑自己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做到，我也会100%努力去让自己做到。就是既然我都已经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到了，而且我也有那个能力，我有那个本事的话，那么如果我再得不到的话，那我觉得就不是我自己的问题了，我觉得可能是其他原因的问题。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为，首先自己的自我的信念感一定要很强，对，你自己能力也要强，然后按照这样的能力去做，结果你还是做不到的话，那可能不适合你。对，可能这个可能就是说也可能不适合我，也可能时机未到，可能因为很多种因素吧，因为世界可能没有自己想象那么简单，没有就是说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的，这种东西可能会比较难一些。是，然后得不到以后我们就会难过沮丧，有的时候可能会害怕退缩。你有没有遇到过得不到的情况？我觉得难过这种事情，这种情绪是人的一种正常的情绪，是很正常的。如果一个人只有开心没有难过的话，那他也是没有色彩的吧。特别好，所以不要抗拒难过，不要抗拒情绪的发生。对，我觉得情绪自然而然的发生也会就是给你的未来啊，或者是等等等等你自己得到的一些东西，你自己的一些反思，这些都是如果你可能就是难过了你才会有反思，如果一直开心的话可能就会慢慢就飘起来了。我想到你一开始说到你是一个情绪此起彼伏特别大的人。对的。你最嗨和最丧的时候的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吗？好像还蛮大的。最嗨的时候会是一个疯狂的一个状态还是怎样？疯狂其实那倒还好，就我是在家里又蹦又跳的那一种。我是心里开心，可能外表看不太出来是吧？心里的，对对对，可能在表面上都是比较难看得出来。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你特别开心？那很多吧，我觉得，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开心的人，说实话。现在让你立马说一件最近让你开心的事儿，能想起来？我现在就很开心啊，软脑这个当下，对，就是很开心。就这个话筒现在是这个状态的情况之下，然后大家聊天一起听歌就很开心，想怎么唱歌就怎么唱歌，就很开心。真好。那最丧的时候呢？可能就是生病的时候吧，最近就是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你丧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会跟朋友倾诉，还是自己去处理，还是哭，还是？我很少跟别人说，因为我觉得我会把负能量带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件，虽然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不知道别人会有什么影响，就你自己觉得你的感受不能代表别人的感受，所以我只会跟别人讲开心的事情，我很少会跟别人抱怨不好的情绪。那你的负面情绪怎么处理呢？
我的负面怎么情绪就怎么处理就不处理啊，不处理啊，就是不处理。我又没有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呀。有负面情绪，就是那不会滚雪球越滚越大，然后有一天自己就很生气、很暴躁，或者是抑郁？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我一辈子可能都不会觉得压力特别大，我负荷不了了，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首先可能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原因吧，就是从小到大可能就是家庭教育啊等等一系列这些的一些因素，然后造成了我这样的一个性格。也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心大这样的一个性格吗？就是还挺大的，超大，心超大 ，OK， 飞起来了都已经，特别好，飞到外太空。哎，希望可以保持下去。但是有的时候有压力太大的话，还是适当的要找到一些方式，唱唱歌嘛，就是对我的解决方式就是唱唱歌，会很开心的。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翻牌子了？啊，翻什么？大家如果想听什么样的歌曲的话呢，可以把歌名发送上来。你如果 OK 的话，还是几句，好不好？嘿嘿。来，各位又要点歌的时间了哈。今天的话筒，我觉得点歌应该会很好听，是吗？对，秦老师把我们的混响稍微添加一些哈。我刚才一直没有添加混响啊。没有，因为我们聊天时候是没有的嘛。好。妈呀，居然有点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也挺想听的。这个一定会吧？这个肯定是会的。那我就拿那种你自己的风格的。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风格，大家肯定都知道是什么风格。那我就以小时候学的那种风格来给大家唱吧。哇哦，就是那种合唱团里的感觉，因为小的时候合唱团有唱过这首歌，大家不要吓到，不好意思。世上只有妈妈好，对不起，好丢人。哎，你这个嗓音的话，就很想听，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是那个、你还有这样的嗓音？对，其实我还有那种，就是我会模仿那种那个动画片的那种可爱的啊，就《冰雪奇缘》的那种小朋友的那种声音，就是那个黑猫警长。对不起。还有吗？还有我们没有听过的嗓音吗？没有了吧？应该，我觉得今天差不多了，他们会嘲笑我的。一会儿，哎，你能不能用最可爱的声音唱一句什么歌？最可爱吗？哎，最嗲的，比如说，或者最小女孩的。我还有这样的一面吗？或许看我们现场能不能发掘一下。例如唱什么歌呢？想想，那我就唱刚才的歌吧。就是以甜一点的声音，超甜的啊，对，最甜的啊，可以 hold 到自己的那种甜啊。我记得其实我跟你说，你上一次跟我这么讲的，就是我当时那个录 Yes OK 的老师就跟我这么讲了，就是强行要甜。然后呢？然后就甜了呀。来，让我们感受一下，来。这是一封离别信，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你对我唱忽冷忽热，太可爱了，就是换了一种那个风格。今天晚上大家真的是赚到，跟你说，这些声音目前前面几种，特别是那黑猫警长的，应该没有展示过吧？从小到大好像没有。只有我妈听过。谢谢，让我们感受到了预言无人知晓的一面。所以以下，无人知晓的我。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那些语言有句一笑带过，明明可见温柔，偏偏覆水难收。沙沙风吹醒后，阵阵不平搅过。无人知晓的我，固执的自尊脱落。无名的黎明，是夜的稀罕，走多远还是在原地的
再也无法去爱上那些年，无人知晓的我，没一个人可诉说。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那些语言幼稚低头沉默。明明以为是对，偏偏统统是错。傻傻风吹心湖，阵阵不平搅和。无人知晓的固执的自转陀螺，那城市的高楼是土地的流，霓虹的喧闹是无声尖叫，时光的列车开不回昨天，再也无法直接想那些年，无人知晓的我，没一个人可诉说。有些话不知道要怎么说。失去联络。我觉得输出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因为我在我的环境中。依然是现场带来的无人知晓的我。哎呀，这首歌曲太有的聊了，请坐吧，坐下来我们慢慢的聊。满屏都在说好好听，今天这个调音还没有调得很到位呢，调到很到位的话，大家想想得多好听。所以接下来如果要是有现场表演的机会，一定要去现场看哈。据说音乐节马上就要开始了。来，我先请问一下，只是剧透一下，对，就是说，很多音乐节要开始，对呀，不是说我要去音乐节，对。然后，请问，预言会有这样的感慨吗？无人知晓的我。我觉得会有的。我觉得会有的。就是因为人的情绪是多变的嘛，是，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也有这种时候，但是我觉得这种时候来我们分开问一下，请问在出道之前的话是不是会格外有无人知晓的我的一个状态？没有，不在乎，因为没有意识。哎，对，就是不知道何为是什么样子，太真实了，特别好。然后呢，出道以后出道以后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讲，因为就是喜欢的朋友多了，就是关注自己的人也多了，就会觉得哪里是不是不到位，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导致我会可能怎么说，没有更好的一些，比如说我想要，比如说舞台啊，或者是等等等的一些东西，我就会觉得怎么说呢，想要更发光的舞台，大概想要把自己那些你觉得无人知晓的面在合适的舞台上呈现出来。对，就是可能表现的还不够多吧，觉得自己就可能大家知道我只是一点点一小面，就可能没有把完全的一面有机会去展现给大家。那我再追问一点，如果按照100%的比例而言的话，大家现在知晓的，你觉得大家知晓的预言的面大概占到多少？如果是现在知晓，那现在就是那其实就是从可以公开的面来讲的话可以公开的面来讲的话，就不是说私下那种大概50%吧。哦，才50%啊？
所以他还有50%的无人知晓的面等待着挖掘。可能现在就是等待着在不同的场合，然后跟大家逐一的呈现出来。对，就是我这个人很有意思，很有趣。对，有挖不完的宝。来吧，这里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依旧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喝水，然后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哦，一会儿见。我从没想到会遇见你，在夏日的阳光里，想你该不该主动和你联系，只是朋友的关系。我从没想到会遇见你，漫天遍野的星空里，想你一不小心轻轻的哼起。生命中就是会有这样的精彩的发生，我从没想到会遇见你，然后就遇见了这个人，然后就展开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故事，就像974 Live Show 一样，从来没想到会遇见预言，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这么多首歌曲，然后畅聊自己那么多的经历。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广播是要跟大家说话的哦，对不起我习惯在镜头前对不起。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抖音和视频号，然后还有微博都可以看到。视频号和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呢也在直播当中，还有抖音是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我从没想到会遇见你。刚才那半个小时我觉得是从没想到会遇见不一样的预言，然后回到我们刚刚那个话题当中，这不一样的预言其实只是在你现在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公开面的50%，在以后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还有很多面要跟大家呈现出来。我觉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也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感触和不一样的变化吧。我觉得大家可能错过这个年纪的我，就再也看不到这个年纪的我了。可能以后看得到就是更不一样的吧。头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到一开始接触到唱歌啊，包括接触到这个行业，是一个少年的勇气，当时什么都不怕。但是人呢，你不觉得随着自己的经历越来越多，顾虑有的时候也会越来越多，勇气可能反而没有少年的时候那么强。所以这就像我刚才讲的，每一个年龄段会有每一个年龄段不一样的精彩和不一样的这种给别人的感觉。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成长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失去。我觉得人在随着一定的年龄慢慢的去改变，然后去变得可能平滑也好，变得可以更好的与人相处也好，我觉得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些不好的改变，就这些是你慢慢随着岁月去经历，一点一点在你不经意间去改变的东西。其实也并不是强迫的，我觉得这个是顺其自然而发生的。所以就是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样挺好的，慢慢变得成熟，慢慢变得更能与社会更好的一个适应，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回到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当中也一样，我从没想到会遇见你，这个遇见的也会是自己，不同阶段的自己。是的，你自己可能都没想过自己以后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的一个三观，这样的一个态度。没错，可能我现在想的想法可能以后也会改变。问一个问题哈，请问现在的你是曾经比如说5、6年前的预言想要成为的样子吗？我觉得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我就刚才我自己想了一下，我以前好像我回忆了一下，我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给自己一个定义和边界。那你以前会憧憬未来吗？好像不会想得太远。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该不会是就到下一周吃什么，或者是明天吃什么这样的一个远近？我只会在工作上会有这种的策划，因为我觉得这样办事效率更高。但是对于我自己的未来来讲的话，我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也不是说憧憬吧，我是没有太多的定义的。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定义了，
我可能再过半个月，我就推翻了我自己的上半个月的定义。这么善变的人？对，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可能就是走一步看一步，我就当下想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什么事情。回到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现在你依然是这样的吗？我现在好像依然是这样的，活在当下，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对，我现在依然好像是这样，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这样。所以这样聊到为止的话，预言变化并不是很大。我觉得只能是说一点点的变化吧，就是性格方面的话也是变了的，就是朋友说我变了很多，但是我自己来讲的话，我感受不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舒适的。就除非是那种我不舒适了，我觉得那可是那个时候要敲醒警钟了。所以你自己是可以感受到自己不舒适的。对，会有的时候觉得不舒适，然后我可能就不会去这么做了。有的人在遇到不舒适的时候会想要逃离、逃避、躲起来。我觉得看大家心情吧，就是如果你觉得你有那个把握，你可以以你自己开心的方法去解决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去开心的解决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你没有那个把握，那你就逃避，没关系的。你不想面对的事情，就不要强迫自己面对这件事情，就等什么时候你可能逃避完了以后，你整理好自己一个心情，你觉得你可以更好的面对这件事情了，你再去面对它，解决它。你是一个会逃避的人吗？我当然会了。就是很多事情我可能这个时候我不想解决了，就我觉得无所谓了，那就其实也不是说逃避这件事情，就是搁置 let it go 了对，就是让他走了，然后可能就是过一段时间吧，就是如果我觉得我还是在意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就会再去付出努力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时间真的会淡化一切的。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事情就是不好听的讲，逃避着就没有了。对，允许自己给自己透透气。对，就是一定要学会休息，其实有一些麻烦你不解决它就不在了。有些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想逃避的时候，会想要逃得越远越好。对，如果可以离开地球呢，会想离开地球。如果要离开地球的话，这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不是刚才我唱黑猫警长黑猫警长就足以让你想要逃离地球吗？刚才那一瞬间确实是有一点。如果能逃离地球的话，你那一瞬间想要逃离到哪颗星球上？冥王星。为什么是冥王星？因为冥王星是一个怎么讲呢，没有被征服的那种感觉吧，我就觉得很想征服它，然后它好像没有什么活物可以在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反正因为听了很多的传说嘛，其实说实话听了很多传说，然后就觉得然后它又离着远，然后它又冷，就怎么讲呢，就是想探索一些未知的东西吧，可能就是这种心理吧。你是一个想要征服的人应该是吧，我觉得。然后是一个勇于探索的人。你在窥探我。对，大家都会窥探到了。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并不是冥王星，也不远，水星。这首歌曲很多人很喜欢，不太好唱。你很喜欢这首歌吗？我是觉得我在心情就是比较平静的时候会听这首歌吧，因为这首歌是我觉得挺好听的，在我的榜单里面算是播放了比较多次的。心情平静的时候听不会容易往下走一点吗？就是会很舒服，其实有时候在下面挺好的，就是我一直在下面荡着也挺好的。OK， 并没有说人一定要追求开心的状态嘛。是的，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水星记，想要录屏的朋友赶紧准备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视频号和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听到和看到水星记。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瞬间的空寂，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曲折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
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沉溺。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世界，怎么可以拥有你？这是我们现场带来的《水星记》。我负责任的讲，刚才各位如果是用耳机听的话，是真的很好听的。所以回看视频的话，可以用耳机来听这首歌曲，唱得很好听。耳机听着更清楚，没有一些对会有降噪的。降噪耳机你觉得会更好哈？对，会有降噪，因为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会比较那什么。刚才唱《水星记》之前也说，这首歌曲是在你的歌单当中听的次数比较多的歌曲。对，因为它的音会比较低，会让人听着很舒服。嗯，对，低音会听起来很舒服。这一版伴奏找起来非常的困难。哎，是挺困难的。好困难啊，真的好困难。哎，请问预言，什么样的歌曲会在你的歌单当中播放次数比较多？我其实平时来讲的话，我可能听的歌属于喜欢比较听缓和一点、低一点的那种，会让就是旋律走线多一点的。对，我很喜欢旋律好听的歌，因为一首歌如果前奏能抓住我，那它就抓住我50%。很多人会说这句话，但是前奏是多少算前奏？我觉得几秒，真的就几秒。有时候听歌我就听前面几秒，如果前面几秒它吸引不了我的话，我可能就前奏真的太重要了。对于从业者而言，你自己也是歌手，你自己也会很在意前奏吗？我自己会确实是有时候会在意前奏的，所以我很多首歌没有前奏。就是立于蔷薇之巅，嘿，然后就直接抓耳是吧？就开始唱起来了。然后包括我很多歌，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我觉得其实也挺好的，就大家就是直来直给，我不通过前奏去欺骗你，然后就直接让你听到这首歌啥样，你也不用拉进度条，就挺好。你现在在音乐的选择上会更加的挑剔吗？我其实觉得现在好听的音乐其实还挺多的，就是尤其是看歌手去怎么赋予这首编曲的一个生命吧。我觉得其实歌手也是很重要的，一首歌的话他找到一个自己合适的主人，然后去演唱它，那他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么所以就是在挑选编曲上面呢，也是要挑选比如说适合一点的，但是有的时候我就偏喜欢那种不适合自己的，我总是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就是音乐的这种喜爱远远会超过我自己的理智去适不适合这首歌。有的时候我挑的可能真的有时候会不适合自己，但是你那个当下是知道不太适合自己的，对的，还是不确定？我会知道，因为我对自己适合什么样我太清楚了。对，然后你还要选择。对，因为一个歌手其实说实话他对于自己的声音是很了解的，那么那个时候我虽然知道自己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但是我还是说到那句话，就是我很想征服这首歌硬着头皮就上。对，因为我觉得它好听，所以我征服它。能征服吗？比如说像《水星记》，它这么低，但是我偏要唱。效果很好，希望但愿如此吧，就唱得开心就好。在开直播之前问大家征集问题哈，有朋友就说到新单曲的问题，在自己的歌曲上，你现在的是一个更挑剔、更仔细、更慎重，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我很挑剔、很谨慎、很慎重。到什么程度？我听了几百首歌吧，大概这个样子。几百首歌，然后包括也找了很多的编曲啊，等等等等的，反正就，但是就是这个并不是我现在还没有出歌的理由，对，并不是。我很早就弄好，其实可以跟大家讲，因为我很早之前就在做歌或者是怎么样的，只是我觉得
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它不是一个合适的时宜。需要时机。没错，哎，因为我是一个不心急的人，然后我是一个做好准备才会去。对，这个太难得了。大家都是心急想要吃热豆腐的人啊，想分享给大家，就是迫不及待想分享给大家。确实是会这样的。因为我这个人的性格，我觉得什么时候做最合适的事情，那个才是会让这个事情发挥到最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东西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的。如果它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的话，那不行。那请问是怎么耐得住寂寞呢？就比如说哈，有些人在晚上想要发一些内容，比如说发朋友圈的照片，我从来不发朋友圈，我很少发，然后发文字想跟大家分享一点，但又觉得是不是不分享的好，是不是还是不要做这件事情比较好，就会犹豫，就会纠结点在于自己想做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说实话，我朋友圈确实是会有很多人夜晚去分享一些东西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的微信有想分享的人吧 ，maybe。你是觉得他是有想给那个人看到，就想给那个人看到嘛，就是还是工作啊，有的时候你在加班，你想发个微信朋友圈让老板知道你在加班，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或者是你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话想分享到朋友圈，就是侧面的，就比如说你对谁不顺眼，这种东西太多了。但是目前为止我没有什么可分享的东西。没想到你是个这么通透的人啊！你都可以通透到想到对方在发这个事情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个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那个目的论的。确实是会这样，因为旁观者清。其实说实话，就是会有的人可能真的只是想单纯分享自己的美照，但有的人比如说等等，可能就会能感受到那个感觉吧。不排除我是瞎想啊。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情绪会比较那个什么，是不排除也旁观者清。可是对于当事人而言呢，通常就会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呢，就做了一些自己都觉得后悔的事情。我觉得也会吧，也肯定会吧。就发了一会儿就删掉的那种，不是会有很多人吗？对吧？你会有这样的时候吗？我不会，但是我身边的朋友会。你会有觉得自己怎么做的这么愚蠢的事情的时候吗？但是也会，我会有，但是我不会说发在朋友圈。我不会因为发朋友圈这种小事觉得自己蠢，我会觉得一些就是觉得让我会有事情让我觉得我自己蠢，就是我说不去做这件事情以后就。这个时候你会想对自己开一枪吗？怎么讲呢？我觉得活着最重要，开心最重要。舍不得对自己开一枪，所以你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时候。没有，就比如说崩溃啊、沮丧到想要对自己开一枪，让自己重生的那种状态。重生确实想过，但是因为什么事情想对自己开枪呢？应该是没有过。重生我们就重新再来，就是翻篇就好了，不用把自己逼得那么死。那我可不可以换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预言是一个比较爱自己的人？没错，我太爱自己了。以下我们现场带来这首歌曲，如果你要有过这样的时候的话，可以让自己沉浸在这首歌曲的氛围当中。我对自己开了一枪。什么状况其实不比较，反正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伤。什么难处就让它随便自找，反正世事无常，没必要在夜里翻墙。若不是真累了，怎允许让身体渐渐的褪色？我是什么颜色？是不是我选择的？
滚狠狠的红色。那一夜，我对着自己开了一枪，我看着自己身上的伤，礼貌地笑着说对不起，把你弄脏，再补一枪，直到撤掉毁你我脸上的妆，直到看不见我等待的渴望，然后缓缓地、轻轻地、美丽地洒在地上。救命！这是我们现场带来这首歌曲，然后只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都有一种没有听够的感觉。你作为当事人，有没有一种没有唱够的感觉？还行吧，还行吧。你一个对自己没有开过枪的人，那么爱自己的人，你在这首歌曲情绪表达的很到位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按道理来讲的话，我的年龄其实没有什么就是觉得我应该赋予这首歌什么样的感情吧，因为电影还是看过的嘛，啊，所以故事还是听过的嘛，其实是有一些画面感和一个情境自己进去。对的，会的，唱歌是要这样的。这应该是你刚才说到的自己很喜欢的旋律线条。慢歌就会，其实这首歌的旋律，为什么我会喜欢这首歌？这首歌的旋律是你想不到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的歌曲可能你真的能跟着哼出来，就你没听过这首歌，你能想到它下一段的旋律。有会有。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有这种感觉，但是这首歌的旋律，我就是听的时候可能觉得下一首就是下一句的旋律是这样，哎，不是这样，然后我就会，所以它是有意外惊喜的。对，然后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我想不到的旋律，我就会喜欢这种歌。你是不是一个生活当中喜欢发生一些小状况的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嘛，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生活没有完美的。这个意想不到状况是不是惊喜也好，抓马也罢，它是意想不到的，就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对，就会让我记得这件事情。说不定今天完完美美的度过一天的话，可能我，就是觉得开心的一天吧。但是如果要是出现什么小状况的话，我就会觉得，今天出状况了，我要这点要改，记拿本上记，然后是说下次不能再这样，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一种经验吧。哎，就慢慢会有这种经验之谈，然后也会对那天格外的深刻。有的人在状况当中是如鱼得水的。反而会觉得，哎，我现在状态当中呢，我需要该怎么做，然后我现在的反应是什么样，他反而会是一种很嗨的状态。会有是这样的人。你呢？我是属于那种还好吧，我觉得我什么状态其实我自己都挺喜欢的，就真的是一个很爱自己的人。对，我就是自然而然的发生，我自己开心就是最好的。其实跟我工作人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吧，应该是的。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直播当中，到目前为止大家也发现了，状况发生的时候丝毫不慌张，没什么可慌张的。然后说呈现无人知晓的那一面的时候，说来就来，也不会去顾忌这一面在这里呈现好不好。到这一个时段，我们是不是又可以有一个点唱环节了？翻牌子哈，应该不会因为前面的跑偏而跑偏吧？整体希望不会吧？哎，你是希望会呢还是不会呢？我希望不会啊。好，那我们看看大家点的歌会不会跑偏。然后我说不会就一定会，那我说会呢，那是不是就不会了？来，我们期待一下吧。哎，有人说想看跳舞，哎，啊，跳舞？哎，跳什么舞呢？好久跳舞得需要音乐，对不对？对，好久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可以播放音乐，你要能想到哪首歌，我可以给大家来一点点。我觉得大家就是说看一下吧，看能抽到哪首歌，试试看呗。就是说能不能记得。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这应该唱。这我很不太会，但是我听过这首歌的歌名，但不太会好像。好，这世界那么多人，想见你。哎，这不是我们比赛里的歌吗？这不是大家听自己点自己想听的歌啊！哎，这不是我们比赛里的歌吗？我只想见你，我只对的，我只会唱这么一句。梦醒时分。哦，这个歌我好像会，但是没有歌词，不太行。好，那我们继续哈，情人。哪一个情人啊？你能想到的哪个情人都可以。有很多版的情人，这倒是真的。有很多版的情人。
想不到我们就过。不太记得歌词，不太熟，主要是我们俩很久以后，我们俩，这不是那个英文歌？我之前你们播的那个 Just the two of us, we can make it even try. Just the two of us, just the two of us. 这首歌真的哇，你唱爵士好好听啊！那我再唱两句。来，再唱两句。我开玩笑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这首歌就是译过来，中文意思就是我们俩，很搞笑。我们每次因为那个英文真的打得太长了，我们每次在对接的时候都是打中文的。我们俩多可爱，多甜蜜。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可以吗？不会唱。好。哦，还有直接点人名的，我刚才看到直接点刘若英。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哇哦！哎，唱到这句呢，我就要忍不住的问一下了，你会有过这样的错过吗？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种痛苦吧，就是我觉得首先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在自己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经常去跟家人在一起，有的时候可能工作问题，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会疏忽掉，因为总是在你身边，每天在你身边，有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疏忽掉。对的，这种最亲密的人，对你最好的人，往往人都是会疏忽掉自己最爱的人，所以我觉得就在此刻牵起他的手好吗？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间。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稍事休息，我们还有最后半个小时，马上回来。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0点31分，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跟大家一样感觉时间过去很快的泽华。请问我们今天营业的这位主人公觉得时间快吗？预言觉得很快。请问如果不营业的时候的预言，这个点在干嘛呢？我想想啊，不营业的这个点儿，10点半，快11点。你是早睡早起的人吗？我不是，所以这个点儿，我之前是，但是因为可能有的工作没有办法早睡早起，就是有点打乱了。其实我之前是一个比较那什么的，然后如果要是有很规律的那种工作，可能可以早睡早起，但是现在就是可能没办法，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真的完不成。是的，对，工作量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就不能达到早睡早起了。但是如果大家能达到早睡早起，还是一定要早睡早起的。那回到我刚才这个问题上，问题来了，我说了几个早睡早起呢？我努力回想一下，我以前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但后来由于工作呢，我不再早睡早起了。但是我真的很想要早睡早起，如果有稳定工作的话，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是能够早睡早起的话，还是要早睡早起5个。应该是吧，我自己都不记得。哎，自己问这问题，自己都不记得，自己不得已只能说对。对。哎，您是不是这么可爱俏皮的一面？还时间久了，然后越来越放松了。会吧？其实现在有一种，就是我很早之前那种感觉，就是直播给大家唱歌那种感觉，真的很自在那种感觉。很久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对，就是因为上一次的话，好像是在圣诞节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这种直播唱歌，然后就很开心，聊一些有的没的。所以回到刚才那个有的没的那个话题，你别以为我忘记了。10点半的时候你在干嘛？不营业的时候。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讲的话，可能有几种可能吧。一种可能就是我可能在 P 照片。P 照片。对，然后有一种可能在唱歌。还有一种可能。在遛狗，对，这是非常可能的。然后可能在
有时候会打一把游戏，类似于这种，对。所以整体还是一个放松的状态。对，好像没有什么，除了就是这是在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没有工作的时候，你会唱什么歌？在这个点儿，唱自己想唱的歌，乱唱。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你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或者是你听到了一首歌，就会唱。因为我是属于那种生活里经常唱歌的人。哦。就总是在唱歌，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是浴室歌姬那种吗？在洗澡的时候格外喜欢唱歌。洗澡的时候当然会唱歌，因为洗手间唱歌很好听。对，当然会是。我真的唱歌多好听。你说的对。对不起。哎，你在洗澡的时候有固定会唱到的歌吗？我吗？其实我洗澡的时候我会唱那种自己很熟悉的歌，比如说就是那种可以唱很大声的、比较完整的中文歌嘛，就是一些老歌。比如说。又想让我唱歌了，周华老师。那我们得知道呀，什么老歌呢？我想想啊，我前两天在听一首管他什么音乐，因为那是范晓萱的。对，那首歌是我之前参加比赛唱过的歌曲，然后它会在我的歌单里面，就是会在我自己的歌曲歌单里面。好，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浴室当中哈，现在在洗澡，然后很开心的唱管他什么音乐。好，在洗头。我们可以把混响声音开大一点，然后就感觉就真的在浴室那样的混响。来，洗头，在洗头了。你用 Jazz Rock 一起把整条街咚咚咚咚咚咚，平凡的生活什么我忘词了，交给音乐馆。那我们就直接到副歌吧。管他什么音乐，没了。对不起，我记不住词。你洗澡时候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记不住词。你为什么断片了？刚才我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记忆力很差的那种人，然后我可能只能跟着原唱，然后才能就是那种唱。所以你洗澡时候会开着音箱，然后声音开很大，你跟着他一块唱的那种，是吧？对，我是会跟着他一块唱，放到哪首歌我就可能会唱到哪首歌的那种感觉。那洗澡歌单是你会提前预设好还是随机？随机。可能我是有那种私人电台然后或者是那种。你自己会定期更新吗？我会的，我是属于那种很爱听歌的人。我感觉我非常爱听歌，而且我的歌单真的有很多首歌。我每次换一个手机，真的就是说非常的，就是因为每次换一个手机要下载一次，每次换一个手机就要下载。你还都给下载下来？对，我你们家网络是有多差？No， 我就是在飞机上的时候可以听对，在飞机上的时候就是会听歌。在飞机上会听什么样的歌？飞机上可能会听比较伤感一点的歌曲吧。现在我们来到了你的这个飞机上机舱当中。听到一个伤感的歌曲。听到一个伤感的歌曲，我想想我有听什么伤感的歌曲呢？在飞机上。是谁说我每天听很多的歌？中文歌。英文歌也可以啊，都可以啊。英文歌不记得歌词啦，英文歌不记得歌词。我想想上一首，反正我就是有的时候会听我自己微博翻唱 cover 的歌曲。可以啊。对，就是英文歌，但是也不记得歌词。好，你都这么可爱的，就放过你。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可能是要吃一点那种核桃什么的之类的，补脑。对，补脑。那既然这样子放过的话，总得给我们一点这个弥补，对不对？那刚才大家想要跳舞的这个环节片段呢？想看什么舞呢？刚才我看一下哈，有说 Lion， 还有 Power， 还有十面埋伏。等一下，十面埋伏，我的天啊！十面埋伏是那个十面埋伏吗？不是，我反正现在大概都能记得那个手势，反正就是很难的一个。我需要给你音乐吗？不记得，那个太久以前了，我感觉。而且我觉得那个就是肢体现在有点大，我的衣服有点不太方便。好，A little bit。这个记得的。这个记得，这我能放吗？我来找一下哈。那就一小段哦。当然一小段。我能不能记得，就是说全靠命。穿个衣服吧，我怕。
是谁的歌曲？哦，是你们自己的原创歌曲是吧？来，我们听听看哈。来，我们调整一下来。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难得。好了吗？这个衣服他不让我跳舞。来，一小段哈。好，对着我们摄像机一下，我们现场带来的就是一点点哈 ，a little bit。当人群散开，手下的本来 Jus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bit 能量更巨大云背上难过不停在 Jus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需要崇拜我有什么都怪 Just a little bit, just a little bit 就不去新的不来的男女不留下任何痕迹率先靠把自己 Keeps now get it down 我的路看着幸福不能再跳的更多了，也没有更多了，我也没有买这首歌曲，只能大概听到这里。哎，很酷哎！你说上来就来了哎，这舞蹈。但其实我说让我不太记得了，很久以前的了。但你的感觉很在线，说帅立马帅起来，是吗？对啊，可能是就是身体记忆。是天天练舞吧？对的，我是自己在家会练舞的那种人。在家练舞，对，认真跳还是？就是认真跳，因为就是。而且我还在跑步机上唱歌啊，这个对，有些歌手是这样，对练自己气息嘛。对，因为跳舞的话，其实跟跑步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得，就是动作跟那个唱还要融合到一起。其实跑步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嗯，对。你在跑步的时候是会唱？呀，热死了！是，脱掉。好，你在跑步机上是会唱那个很需要放得开的歌呢，还是？可能会唱一些高音的歌吧。会唱《无名的远方》吗？跑步机上应该不会唱《无名的远方》这种慢歌，就是很少跑着唱。也很期待看到那样的画面，跑着大汗淋漓唱着《无名的远方》这样的歌曲。这首歌曲是今年带来的一个新歌，然后也是跟冬奥有关系的一首歌曲。体现了吗？哎，我们的话筒还是稳定一点哈。冬奥的歌曲，然后你今年还是真的参加了这个跟冬奥有关的项目的体验。滑雪嘛。哎，我今年也第一次尝试单板，我看你也尝试单板，其实就是还是挺荣幸的，能有这么一次的体验。因为就是按道理来讲的话，在这个阶段，然后能参与一首这样的歌曲，我真的是非常开心，就是难以言表那种。虽然大家看着我可能表述出来我今天很开心，但是我的内心其实是更开心的，也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没错，真的很荣幸。我回到我刚才那个单板的问题上。好，哎，你单板是用多久学会站起来的？如果大家体验过单板都知道，你单板从那个坐下然后到站起来那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对，就是第二天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脚腕或者是手腕这种地方真的会很疼，因为会用力嘛，对，就会很酸。但其实有些人是滑了好几次才站起来的，有些人就1个小时就站起来了。我觉得我是能站起来的，就是我经常摔，但是我也能自己起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会摔。那这点可能跟你跳舞也有关系，你会找好那个重心点。应该会吧。我觉得，我记得当时我好像第一次滑我就没什么问题了。哦，厉害的嘞！就是能滑了，但是是会摔很多个跟头的那种。你是会摔的人吧？当然会摔，是要保护好自己的那种摔法。我第一次滑单板，我啥都没带，这么多种啊！板我没有带，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摔。你没带护具啊？小乌龟那些都没有带。对，我第一次滑的时候没有，因为我没有意识嘛，我不知道会摔那么惨。天哪！所以就疼吗？就是回去以后是真的疼，但是就是能忍了。我可能比较就是说能吃疼的那种人。我第二次的时候也非常狂，直接上了中级道，然后连摔了2个实实在在的。我第一次就去高级道了。就是被带上去的，你知道吗？你没有回头路了，你没有回头路。那个
可能也是我比较节省，因为那个时候说坐缆车下去要花钱，所以我就说我要花钱。原来是这么抠的原因。我要自己花下去。而且但是我是觉得既然来都来了嘛，你就靠着边自己一点一点往下蹭一蹭，主要不要碍到别人的事就好了。哎，但是对于就是第一次如果体验这个单板的朋友，一定还是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像他一样上来就上高级道，主要是不安全。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朋友把你带上去的那种。然后一旦摔了屁股墩以后，是真的很疼。是的，要就是注意这个身体的健康，大家。我第二次的时候摔了2个扎扎实实的屁股墩，然后我觉得疼了2周。那个是真的，那个酸爽的，晚上睡觉都不舒服。那个雪其实就是能滑的时候，已经大家滑过了，就会很硬了，已经不是松软的状态了。对，所以一定要注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给大家这首《无名的远方》。清晨试探之间的盛夏，就像烟火把天空擦亮。我这一刹绚烂，投入苍茫海洋，骄傲却从来不属忧伤。行走注定不断回避过往，记忆的天杆上种下了信仰，悄悄在心底描摹彼此憧憬过未来的模样，最好的模样。我要坚定奔向无名远方，紧握勇敢不怕阻挡，失去烟火的盛夏会有束日光，它散落在人间，清澈而灼烫，点燃着你我不再迷茫的信仰。我会坚定奔向无名远方，哪怕前路荆棘万丈，因为坚信有个群山指点的地方，那是我们有更澄澈的目光所及处，相拥朝阳。行走注定不断回避过往，记忆的天杆上种下了信仰，悄悄在心底描摹彼此憧憬过未来的模样，最好的模样。我要坚定奔向无名远方，紧握勇敢不怕阻挡，失去烟火的盛夏会有束日光，它散落在人间，清澈而灼烫，点燃着你我不再迷茫的信仰。我会坚定奔向无名远方，哪怕前路荆棘万丈，因为坚信有个群山指点的地方，那是我们有更澄澈的目光所及处，相拥朝阳。
这是我们现场带来的无名的《远方》这首歌曲，然后也是非常难得的，你一个人把这首歌曲完整的唱完了。这首歌是4个老师一起，3个我和3个老师一起，4位一起来完成的一首歌曲。然后我觉得像这样的可以自己独自完成的机会也并不是很多。对的，其实我还是挺感谢能给我这首歌，然后让我在这里唱的。然后主要是我们这个主题也很开心，可以以这个主题，然后我们再来做，我们这次来做这个直播。今天聊到目前为止，我发现你好像非常适合唱这首歌曲。你是一个很向往无名远方的人，而且你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然后以及很期待往无名远方走的那个人。是的。过程当中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但你又是一个可以平衡好自己得失心的一个人。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无论我们就是遇到多少的困难，就是一定要对明天充满希望，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解决的。你要相信自己，你可以去完成这些事情，你也一定要坚持自己所想，不要被一些困难所打败，因为明天一直会是美好的，一定要相信这句话。这句话是大家都会对自己说，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很难做到。因为我觉得信念一定要坚定，只要你有坚定的信念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会坚信你自己这件事是没有错的。只要你可以坚信的话，那别人做什么事情也影响不了你。你是一个从来没有动摇过的人吗？我从来没有，就是对于自己的选择，包括怎么样，无论别人怎么讲，或者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固执吧，在别人来讲，就是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我觉得人一定要有自己的坚持，无论这件事情会给你带来什么样不知道的结果，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你有的时候你听了别人的不一定是好的，我觉得你还是要坚信自己的信念，然后坚信自己的坚定，恪守自己的原则，然后去完成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坚守了自己。我觉得就算这个东西它的结果不是好的，但起码你完成了一样，就是坚守自己。你是一个发光体哎，说这个话的时候，真的一直在散发着能量。谢谢。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挫折，这个挫折或大或小，然后我们觉得过不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好不容易好了，过2天又有新的挫折出现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你回看过去的时候，真的你会觉得我是怎么可以就是现在过得这么快乐这么开心的呢？就因为以前你的一些挫折是你现在已知的，但是那个时候的你却未知，但是你依然走过来了。我觉得你现在都可以走过来，那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是你可以过不去的。特别好。对，所以如果大家处在挫折，或者是有过难以放下的挫折的那个心结的话，像刚才玉言说到的，去接受面对它，然后去感受在这个挫折当中自己的一个状态，自己拉着自己往前走，回来头以后你会觉得这个挫折什么玩意儿，小事一桩，只有自己才会拉自己一把。有的时候回过头来，你会直接用简单的2个字来形容那个状态下的自己，太小事儿，蠢货。你这个点题点的就是有点生硬了呢。没有啊，你不觉得有时候就那个当下自己是傻傻的，怎么就过不去了？后来我们回头看的话，好的，希望大家都做一个蠢货。哎，这也就算了吧，也不要都做蠢货，就是瞎点题。因事情而异。这首歌曲算是突然之间的，自己也没想到的，在抖音上又翻红一下了。因为其实这首歌是很早之前，我其实这是第2次来这里了，北京广播电视台。对，我第2次来了。我记得我上次又唱了这首歌，然后没想到今天在这里，然后我又第2次唱了这首歌，这是我没想到的一点。没有想到若干年过去之后的预言，又唱了这首歌，蠢货，还是那个蠢货。这是可爱的啊！来，以下我们现场带来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蠢货》。
着吗？不要就开门，别再疯狗。我说的 no 就是 no， 别再对我放电。我说 A， 你说 hey， 问你要不要背背，你说 oh no no那你要说什么？你笑我变的模特，你说我的演技，我的美丽是爱我的唯一。我的世界就算你要走近也没有意义，就算能在一起也一样要对我放弃，就算你也有秘密武器，就算你能靠近没有回应，我要走进你的世界，就算我要走近也没有意义，就算能在一起也一样要对你放弃，就算我也有秘密武器，就算你能靠近没有回应。说什么做什么，感觉不会从头。我说的走还不走，不要等我旁边。天在黑，地在追，说我不会崩溃，别说 oh no no。那你要说什么？你笑我变的模特，看着我的眼睛，小心呼吸，不是你的天性。我的世界就算你要走近也没有意义，就算能在一起也一样要对我放弃，就算你也有秘密武器，就算你能靠近没有回应，我要走进你的世界。谁能想到在最后的时候会出现还音的状况呢？哎，你要不要尝尝对口型？跳舞吧。就算你没有秘密武器，就算你能靠近没有回应，我要走进你的世界，就算我要走近也没有意义，就算能在一起也一样要对你放弃，就算我也有秘密武器，就算你能靠近没有回应。喜欢惊喜的预言，今天晚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惊喜。来，回到主播位好了，来，我们以主播位开场，以主播位收尾好了。怎么样？今天晚上会难忘吧？因为其实就是说没有唱过这么长时间的歌，哎然后我的麦克风就是它待机了2个小时，然后就没电啦。唱了8首歌曲，然后又跳舞，然后又出现了一开始的麦克声音很小，到后面的麦克又没有电，没有声音，你都不慌不乱嘞。没关系嘛，因为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今天因为我带的是我自己的设备，可能第一次，然后我们合作在这里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问题，我觉得下次肯定就没有问题了。你说好了下次哈。我说了。下次请员请不动怎么办呢？怎么会呢，老师，这种话可不能说啊。太大牌了，太没有时间来上节目怎么办呢？大牌这个字在我的身上就是说不可能的这个词。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然后今天很多朋友在问这个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有可以跟大家透露的吗？包括工作计划。我觉得大家就是等着看吧，就是走着瞧。对，怎么走着看吧，反正就是因为其实大家不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好好规划自己事情的人，因为我知道你们有时候会有一点着急，但是不可以着急哦，因为着急的话可能有的事情不能按部就班的做到最完美，我们要做到最完美才是好孩子。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也感谢预言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么难忘的一个夜晚。
哎，你要跟大家说拜拜，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886说晚安呢？快睡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节目是国家大剧院，然后最后20秒，如果用语言来唱一个晚安曲的话，会唱什么样的歌？睡吧，是这个吗？晚安了，亲爱的自己。晚安，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